大家上午好，今天是9月16号。上个月8月8号啊，当时粉丝约稿这个港股英诺赛克，我们后来经过复盘，包括出视频啊，看到了这支票整体走势还没有结束，因此当时给出的建议是在64到60.10这个区域啊，可以继续考虑去介入。那么经过这1个多月的时间，可以看到这支港股整体涨幅再次出现了60%以上的这样一个上行的空间。好，那么说一下，昨天我们一共是更新了5个视频。那这里我们将那个粉丝约稿的美股 MSTR 会员约稿的港股紫金矿业以及会员约稿的伦敦银在我们 B 站上去上传视频了。那其他2个会员约稿的港股比例以及标普生物科技 ETF，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会员群里面去更新。所以说大家在 B 站上看到的视频并不是我们所有的视频那接下来你想要约稿，可以加我的 QQ 来继续提供比较好的标的，同时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在会员群里能享受到哪些服务。好，我们回归正题，今天上午我们要说的第一支票是港股的 MRVL这是咱们的这个粉丝约稿那在开始之前，我们要带着几个问题。这支票从月线上来看，此次中长期的上涨走势是否结束了？如果没有结束，后期整体来看，当下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当中？如果结束了，那么当前的回落是什么样一个性质？那后期我们想要参与到其中的中短期的小波段操作的话，我们需要等待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我们带着以上几个问题展开这次的话题。那首先我们还是要从大结构月线去梳理它的一个整体上涨的一个形态。那先找到它的历史的低点是在01年低点是在 1.98， 第一阶段的上涨高点是出现在 36.84， 这一阶段的上涨算是完成上涨了第一波走势虽然它只是呈现了一个3波的形态但是也是完成了第一波上涨走势。那第二波的回撤，我们这里要看一下它整体的回撤幅度比较深而且呈现的大概率也是一个3波的一个形态。这个最低点回撤到了 4.48， 那从这个 4.48 开始，它就进入到了主升浪，而且这个主升浪整体走势比较中规中矩它就是一个5波的上涨形态。好，走到这里我们开始要对它的结构开始定义了。2种预期第一种预期一浪或者是 A 浪，二次探底的回撤2浪或者是 B 浪，整体的再次上涨3浪或者是 C 浪。这一次从相对的高点 127.48， 它就有2种可能性。第一种是针对3浪调整的，它是一个4浪的性质。第二种就是前期 ABC 运行完毕了，目前是针对整体的 ABC展开的中长期的回撤的另一个调整浪的 A、B、C。 那首先我们黄金分割，先按第一种预期来划分。如果按照第一种结构划分，那它的回撤的幅度是比较深的，但是好在还是没有触及到之前大一浪的这个顶部，所以它还是成立的。那当前经过这一次的深幅回撤，整体来说回撤的幅度已经达成了预期。那后期可能会在目前的这个位置，它是会出现一个宽幅震荡的走势，来完成当前的这个4浪调整形态。后期等这个4浪调整结束之后，还会再运行新一轮的最后一个大5浪。第一种结构的划分，当前按这种结构划分，它整体的回撤，中长期的回撤，它其实已经抵达了目标区域黄金分割 0.618 的位置，也就是 51.50 附近。幅度从整体的回调幅度来说的话，没有任何问题。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第二种，如果我们把它当做整波的一个 ABC 结构来看，那从 127.48 开始向下的回落，它就会运行一个较深调整的 ABC。 那此处我们之前预期是4浪，那从这一处的结构来看，后期可能会从某一个关键节点向下回落到这个764的位置，这个位置的支撑目标支撑是位于 31.60， 届时新结构划分此处就是 A， 我们用黑色字体表示。当前反弹的这个是 B，
后期还有一个下跌更深层次的一个 C， 这是中长期的结构划分。通过这样的划分，我们就看到了，无论是哪一种，第一种我们是处于四浪 B， 主要是这一阶段的走势啊，我们是处于四浪 B。如果按照第二种预期，我们就处于 B 浪。整体走势来看，在月线级别，它都存在一个持续的向上反弹的这样一个动作，或者是在当前的相对低位，它有一个震荡形成区间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对于我们目前来说的话，这支票中长期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个机会，但是中短期至少会出现一个类似于周线级别反弹这样一个幅度的这样一个走势。好，长周期的月线的结构我们已经划分清楚了，两种预期其实都支撑中短期有一个向上的反弹。那接下来我们调整到周线图，我们来重点研究这一波整体的一个走势，反弹走势。当然首先我们还是要画出黄金分割看一下这一阶段的反弹的它的一个结构和幅度。可以看到当前整体反弹它是已经靠近了黄金分割50%的位置，也就是说可能第一波的反弹已经结束了，后期可能是以这样的方式回撤，再次向上。至于向上能否突破50%的位置，要看后期整体它走势运行的一个结构强弱来决定。那好，我们现在分析到周线级别的这个走势，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处于反弹结构当中的这个 A 浪结束之后的 B 浪二次探底。那么我们首先依然是画出黄金分割。画出黄金分割之后呀，我们看到了当前的这个回落它其实是已经摸到了618的位置 61.70， 此处是有支撑作用的。下方还有一个支撑位于764 56.10。那后期整体这个紫色段的 B 浪回撤我们就会选择在以上两个支撑区域，看看哪里会出现底分型十字星。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所谓的天图当前在小级别结构当中它呈现什么样的一个反弹形态。目前第一轮的小级别的反弹结构形态来看整体走势它是运行了一个三波的一个形态整体走势它是运行了一个三波形态。那以三波形态起手，后期发展的结构形态可能有这个平台型或者是双重三浪的结构，这个我们之前在视频当中也是经常会谈到。那从当前的高位开始的回落，我们来看1 2 3 4 5，这个调整它内部结构肯定不是5波所以来看的话，当前这个走势结构可能还缺少一个低点。这里我们依然先画出黄金分割。小级别的结构大概率它只会运行一个7波或者3波这样的结构形态。如果是7波的话，它合并之后我们来看它大概率是运行一个双重三浪的一个回撤。所以从天图来看短期它还缺少一个新低的出现。那后期这个新低的出现，我们重点关注刚才所说的 61.70 到 56.10 这个区域。61.70 到 56.10， 哪怕后期只是很快速的刺穿了9月4号的低点 61.44 那么结构上也成立。所以无论它后期向上发展成双重三浪也好，还是平台型的335也好，那么目前中短期来看二次探底的走势应该还没有结束我们还需要再等待一下，等待 61.70 到 56.10 这个区域，看能否走出调整结构这个 B 浪的最后一个下跌子浪。那后期如果出现这个结构，并且在相对的低位出现了明显的底分型的时候，那么届时我们就会考虑再次看涨做多的一个形态。那么整体走势的空间，那至少先看到前期上一轮的反弹高点 85.20 附近再说， 85.20 附近再说。那按这个幅度预期来看，60附近涨到85有25，那么幅度上有将近40%的一个上涨空间。那向下的回撤呢，防守呢，我们其实可以给它找一个短期的一个节点比如放在 53.80 下方让一点点53，那就是说大致我们是用7块钱的空间去搏上方24、5块钱的这样一个预期幅度，盈亏比1比3
所以通过长期到中期到短期的我们不断的结构去分解，那么目前能看到唯一支撑我们看后期看涨做多的机会，就是此处的这样一个中短期的反弹小波段。当下我们还是需要继续等待后期回撤到位。好，以上就是今天上午我们关于这个美股的整体波浪结构形态分析。那么这里也讲到了月线级别，无论它是哪种结构划分，此处都会存在一个月线的 B 浪向上或者是4浪 B 向上的一个反弹结构和形态。那么我们就是从这个反弹形态当中去挖掘和寻找新的机会。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